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国企领导牵手门和富得发愁的游三代。德国之声，长评：成都是好地方。近几日，这句话在中国舆论场别有意味。一段成都时尚街区太古里街拍视频火遍社交媒体。视频长度只有10余秒，却讲述了一个欲说还休的情爱故事。一名身着粉红 T 恤的中年男子与一名身着粉红花裙的年轻女子牵手逛街，男子似乎故意脱手，女子甚愿着坚持晚上。现实超越想象。就在视频发布的当天，浪漫街拍摇身一变成为反腐教材。中石油北京项目管理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人员男子胡继勇被免去环球项目管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接受公司纪委核查。涉事女子董小姐也被网民挖出是胡继勇的下属，一名技术部员工。董小姐虽然是国企一名普通员工，却一直在社交媒体炫富，捎带暗示自己的地下情。比如一则信息称5.20秀不了恩爱，所以提前一天发个5个月43万的账单吧。她接着补充说，恋爱不一定开心，但每个月花个8、9万是挺开心的。显然，这些令人咋舌的消费和炫富仍然不能令她开心，还是要出来秀秀恩爱。结果最开心的是吃瓜群众。没有什么比看着权势者出丑更让普通民众高兴的事了。一个国企垄断集团的中高层干部是最合适的围观对象。再大一点的瓜，比如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名将彭帅，当局不让看，很多人看到了也不敢转发。对当局来说，这是一个送上门来的腐败案例，正好显示一下反腐行动的雷厉风行。尽管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已成为网友口中的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与此同时，习近平要求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被党允许的范围内打小三更是上下齐心、利国利民的丰功伟业。董小姐的无聊炫富让人既愤怒又不耻，但也有网民围观她的身材，感慨哪个干部经得住这种诱惑。由三代血液里流淌的石油情怀。网民发现，董小姐的富有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小三，仅仅靠当小三发财致富的女人到底有几个？她来自新中国的石油世家，是油腻腻的3代石油人的故事主角之一。锦衣玉食之中，她也有自己的焦虑。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同学聚会让我更认识到自己是被怎样羡慕的。一切不费吹灰之力，以别人奋斗的终点为起点。我突然明白，近日焦虑的主因不是会被国企拴住不得自由，而是不论我如何努力都不能与父辈一样优秀的无力感，被高山阴影笼罩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这引出了这场舆论中最有价值的讨论，那就是对媒体中常常以忠诚与奉献话语模式报道的3代国企人故事的揭底。不仅有3代石油人，还有3代铁路人、3代供水人、3代电力人、3代烟草人、3代银行人、3代邮政人、3代税务人、4代税务人。例如3代烟草人的传承与守望，由3代血液里流淌的石油情怀，一代一代的占据高收入垄断行业位置，还要包装成感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多少底层家庭的子女都想要帮董小姐分担一些高山阴影啊！网民们想起了2代快递人的故事。北漂骑手前后奋斗20年，供养儿子乾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2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个人奋斗与结构化的社会不公相比，有如鸡蛋撞高墙。请大家继续收看评论简报。中国资本市场为何与男足一样不长进？德国之声，沈凌。中国证监会领导最近发表谈话，欢迎全世界资本来中国投资买股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向欢迎外国资本，有段时间甚至于给了超国民待遇，让中国的民营资本一个个都害了红眼病，明明是内资也要去套一个外资的外衣。所以我对这个表态并不感到新奇。但另外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从来没有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限制性条款。而且资本市场收益是一视同仁的，股票价格涨涨跌跌，并不是外资就一定赢。这不，领导讲话刚刚落地，世界最大的资管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就下岗了。别人一看，原来他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几年和中国散户一样输得精光。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男子足球一样，永远长不大。他们倒是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但是一直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应该有的作用。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都在走高，可是代表了最优质股票的沪深300指数的增长率却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就像中国男子足球，球员工资一直在走高，甚至超过了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其他足球水平远高于他们的外国同行，但是男子国家队就一直踢不出亚洲，别说和中国经济一样成为世界老二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众说纷纭，写个博士论文一定没问题，笔者的这篇小文章也不可能罗列的面面俱到，但是其中一条，缺乏基本公信力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足球在打假，反腐倡廉，中国股市也在建立早就应该建立的打假机制，不再让造假人带来损失数以亿计，而其本身最高只罚60万的现象再次发生。但是任何变革都不是一纸公文就可以立马见效的，商鞅改革喜目立信，在城门口立了一根木头，说任何人搬走都可以得100斤。这个远超普通劳务回报的搬木头工作，其目的有二：首先要实实在在的通过给赏金，告诉大家改革是有好处的，而不是天天只开会做宣讲；其次是把施政者信誉建立起来，后面颁布的法规条令才会得到大家的信服。形同赌场的股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搞了30年，建立了一个没有回报的零和博弈市场的信誉，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散户，都觉得这就是国家允许开门营业的大赌场。所以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导致中产阶层颇具规模，理财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大家都宁愿去买房子存银行，甚至于相信 P2P 这类不着调的骗子，也不愿意把主要资产投入到资本市场。所以现在你想要老百姓突然相信这个资本市场是可以有回报，是可以作为主要理财渠道的，那你可不就应该先喜目立信吗？仅仅开宣讲会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以外，笔者还想到另一个成语叫近悦远来。中国资本市场总有一天会完全对外开放，全世界的资本也一定会到中国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你不能首先指望外国资本来撬动起中国资本市场，人家既不是义工，也不是消防队。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是中国人和中国资本，只有在中国这个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中国资本，能够从中国资本市场上获得丰厚回报，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才能够吸引远方的朋友和资本过来一起共同成长。现在中国民营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缺乏信心，不少蓝筹股的估值达到了历史低位，进不跃，又怎么能远来呢？所以才看得到在海外上市的中国资产被抛售，得不到合理估值。振兴中国股市，给出合理估值，从而让资本市场恢复本来作用，帮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推动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其实钥匙还是在中国政府手里，只不过一直没有动用。这把钥匙就是上市的国有蓝筹大盘股，他们是中国 A 股市场里面的定海神针，估值中枢，也是立在股市里已经很久的大木头。虽然证监会呼吁大家去搬木头，但是中特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行情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还不如隔壁的日特估。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背后少了那100斤。喜目立信的关键是拿出真金白银去犒赏大家的搬木头行为，否则就是一场新的狼来了的游戏而已。客座评论：中国资本市场为何与男足一样不长进？请大家继续收看评论简报。89动乱到6·4风波的中共变脸术，美国之音吴国光。时值6·4，年年悲愤。然而与年轻一代谈起，却大多猛然不知34年前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事关历史真相和中国走向的大题目，不是这篇短文所要回答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仅仅是一个名词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用什么词汇来提及呢？我本人在这一点上并无迷惑。那时候中国发生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抗议，随后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军事镇压。因此89民运与6·4镇压这2个词足以称呼当年的历史事件。但是这2个词都不可能出现在34年来直至如今中国大陆的语言环境中。事实上，中共当局希望人们忘掉1989年的事情，30多年来也用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试图达成这个目的。其中选择适合专制政权利益的词语来称呼89民运与6·4镇压，就是其中一个办法。由于这样的做法是从当权者的私利出发的，因此必然罔顾历史事实，以至于他自己的说辞也是自相矛盾、破绽百出的。中共说辞前后不一，自打耳光。最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就是
1989年学生与全民的民主抗议运动初起之时，邓小平很快将之定性为动乱，后来更加上反革命暴乱的说法。然而6月3日和4日的军事镇压过后不久，邓小平就改口了，称春夏之交的事态发展为一场政治风波。30多年来，如果不得不提及当年的事情的话，中共一般总是使用后一种说法。影响所及，以致国际社会也颇有一些人照猫画虎地使用英文的 incident 一词来指称当年的事件。这种前后不一的说法，搞得中共对于那年事情的官方记载也自打耳光。中国政府官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1989年这一节开端这么叙述：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云云。既然发生了风波，你却去反对动乱并平息暴乱，这不明明是前言不搭后语吗？谁都知道，风波在汉语中不意味着什么大事。如果真是大事，那就不叫风波了。毛泽东会称之为大风大浪，习近平如今警告说要有惊涛骇浪。事实上，邓小平当年也和过去的毛泽东、当今的习近平一个样子，在89民运之初就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把邓小平据说是头天晚上发表的一篇谈话稍加整理作为社论发表，这就是所谓426社论，并没有说什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而是使用邓小平的原话，这样描述大学生和市民们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篇社论以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为题，再三要求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是的，我没有引错，你也没有看错，斗争一词并不是毛泽东或习近平的专利，人们印象中那个喜欢讲建设与发展的邓小平这里也多次强调斗争。如果是一场风波的话，那么要与风波斗争吗？不管是四川话、北京话还是英文，什么文，这好像都说不通吧。正是这篇社论，这一定性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第二天就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但和平有序，并得到市民热烈支持的427大游行。已经决定要与动乱做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在427大游行所表达的民意面前坚持不让步，并为此开始部署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开进北京城，向人民开枪。期间事态发展这里不去赘述，结局就是1989年6月4日，北京在狮衡长街中迎来邓小平时代的血色黎明。血腥镇压后，意图轻描淡写，然后邓小平就放软了语调，把这场严重的斗争轻描淡写地说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官方舆论自然鹦鹉学舌，从此中国历史上平添了一场89风波。可是1989年4月下旬，你邓小平怎么不讲政治风波呢？邓喜欢称大学生们为几个娃娃，几个娃娃再怎么示威，确实是可以看作一场风波，而不必对此大动干戈的呀。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屠杀民众，独裁者也还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壮胆的，更要给自己找借口，于是就把事态描述的黑云压城，山雨欲来，惊涛骇浪，严重至极。杀完了人，做完了坏事，有阴谋得逞的得意，也有做贼心虚的心惊，更需要掩盖真相，欺骗民众与历史，于是就转而轻描淡写，惊涛骇浪一变而成云淡风轻了，其中应该就是这么个考虑吧。戳穿了一钱不值。如今习近平大谈什么惊涛骇浪，按这个逻辑，应该也是在为加紧镇压而制造舆论准备。不过他与邓小平一样，也是前言不搭后语，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你所领导的中共政权30多年来，不是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稳定吗？怎么现在稳定消失了，中国进入了惊涛骇浪？30多年来，贵党把中国的稳定维护成了惊涛骇浪，说明能力很差嘛？是不是应该鞠躬下台，另换高明？最起码，既然你可以大谈惊涛骇浪，老百姓聊聊30多年前的一场风波，为什么却不仅不被允许，还要因此获罪呢？看来，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个流传几近千年的说法，今后要改成只许习近平惊涛骇浪，不准老百姓一场风波了呢？谢谢大家收看评论简报。